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指具有这些特征，往往很招财。有的人出身富贵，天生不为钱财而烦恼；有的人凭借自身努力，最终也能富贵满盈，却也有人一生穷困潦倒。今日我们从手相来看一下，哪些人财运好，财富多。一，看5个手指的情况，5个手指并拢无缝隙，表明这种人很能守财。反之，5个手指并拢起来，缝隙越宽，漏财就越严重，就算赚钱再多，都难于存钱，要尽早做好理财准备。一般来说，手指修长的人往往在艺术方面有很强的天赋，并且能得到一定的名声和威望。这类型特征的人，这种手相的人追求精神主义，渴望权力，喜欢高高在上的地位，对钱财却不计较，花钱很随性，所以赚不到钱。2，看大拇指，人的大拇指第2关节，这个地方是表示财运旺衰的。此处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越多。这种人多靠勤俭致富。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守财纹。有这种守财纹的，通常是能够守财的，理财能力也很好，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选择适当的投资。网格纹是大拇指下面的纹路，越密则越有财运。网格纹在这里的朋友，表示其人财运旺盛，赚钱比较容易，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3，看食指，如果人的食指上有一条横纹的话，那就说明此人有异性缘。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或者女孩会找到有钱的男人。人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是代表勤奋与否的，如果这2指之间有细缝，说明此人善于思考，做事缜密，勤劳努力，所以将来必能出人头地，而有所成就，当然财富也会旺。在人的食指根部木星丘比较发达的人，这也是主财运的地方。木星丘在手相学称为巽宫，也叫钱财宫。这种人运势较好，因此财运必佳。木星丘宝气色血色良好的人，财运必然旺盛。这种人大多是商业发家。4，看无名指与小指，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比如果买彩票中奖了等等。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的斜线称之为钱财纹。钱财纹如果比较多，并且比较清晰，代表着有较强的理财能力，擅长理财，特别是在生活上能精打细算，不会盲目开支花钱，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5，看手掌的厚薄和软硬。手相学上，手掌的厚薄代表一个人福分的多少。手掌饱满肉厚，并且张开手掌心能自然形成凹坑的人，是守财多福的手相。手瘦削无肉，掌心平平是月光族，花钱如流水，赚不到大钱，也守不住财。拥有一双有弹性软绵绵的手，属于人生富贵的象征。如果再厚实的话，则代表着财运上比较丰厚，在理财上也比较有智慧，很有经济头脑。同时，他们在财运上也有好的运气，生活档次也比较高。手硬的人脾气倔强固执，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但优点是工作上坚持执着有耐力。手硬而厚，可以白手起家，坚持努力后获得财富。手硬而薄则固执己见，事业上容易做错决定，而导致一生贫穷。6，手掌有理财纹，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
有这种纹的人通常是替别人理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通常帮人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不会缺钱用。7. 手掌有痣。手掌有痣，手掌的痣一般都是属吉痣，手掌心的痣代表智且富，代表你很聪明，将来会富有。8. 有多条事业线。事业线是从掌心底部延伸至中指缝隙处下方的一条笔直的线。多条事业线是指事业线旁边有些虚线、斜线往周围延伸。这类手相的人懂得东西多，专业技能很强，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回报也大。9. 智慧线明朗深长。手相学上认为，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将容易获得成功。智慧线又称头脑线或思想线，其不但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智慧，同时还代表着其思考能力、自我控制力、记忆力、应变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等等。而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往往能够在这些方面表现得不错，因此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能够轻松地获得成功，能够轻松地赚大钱。10. 太阳线清晰深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它代表一个人的人缘、名誉以及成功，所以太阳线清晰深长表示人缘佳，做事容易成功。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贵人多，理财能力强，有商业头脑，所以变身成大富翁的几率非常高。第2，手纹很乱代表什么？中国相学认为，女人掌纹细如乱丝，是属于善良的好女人，情感细腻，多愁善感，多烦忧家庭。而西方相学认为，细纹在掌中纵横交错，表示其人困恼烦闷，神经过敏，性情烦乱。这里面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情绪方面都想得比较多，所以活得简单一点才够洒脱。古语有掌乱心乱，掌轻心轻之说，很多富豪的文献也是很多的，和苦命与否是没什么关系的。手掌纹乱的人大多容易心事不宁，一天烦恼，尤其是手上横线多的人，更是老觉得自己处处不顺。命好命苦全是心态问题。手纹乱说明你太乱，爱胡思乱想，考虑这考虑那，总觉得不合适，但又想不出来好的主意来改变。看见没有，你现在心就很乱，乱的担心这担心那的。你需要放下，有颗平静心，别再乱想就行了，关键在你哦。比如说病人不听大夫话，不知道忌口，那就是灵丹妙药也无用。看手掌纹理乱有几种方法，一是麻衣神相，二是抬杠现代纹理法，两者差距不大。现在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是大众接受的。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掌纹乱主心思乱，心绪多，常常有庸人自扰、患得患失的老毛病。不过还要看三大主线：智慧线、感情线和生命线。如果这三大主线清晰有势的话，问题不大；如果三大主线模糊不清的话，其人一生只能用一团糟来形容。这代表着你一生比较辛苦，而且是有主见。那些生在三大主线上的支线分向上和向下以及横切，向上主增强作用，向下主降低作用，横切的主破坏作用。在医学角度来看，说明你思维活跃，脑力有能力想到很多方面的事情，但是过于杂乱，不集中，心不大静的表现。所以静心，集中某一两个主题，能助你取得进步和成绩。掌纹是由于手掌的活动与姿势有关，另外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要消除的话，可以通过美容等方法。当人操劳过度、营养不良、生病、中毒都会引起手掌纹的改变。当手掌出现井字纹，说明你的抗体很好。
当手掌出现 S 纹或 S 纹中一条横线组成 X 纹，说明你有可能患有癌症。一般健康的人通常会有3条主线。第三，手纹很乱的化解方法：一、多参与社交，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都尽量参与，有助提升人际关系，为自己制多点与人多相处的机会，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二、培养兴趣，手掌乱纹多，手掌纹很乱的人，一般比较心散，想法亦多，但不专一。如果能找到一项适合个人发展的兴趣，有助培养专一的能力。三、适合晚婚，择偶时最好选择较年长的或离过婚的。早婚易跟伴侣发生摩擦，所以建议晚婚较为有利。第四，手掌纹各代表什么意义？纹线名称，纹线所代表的意思。观察内容：一、生命线，生命的活力与气场环境，此人的健康状态和生命力。二、智慧线，性情与适当的职业，此人的性格与适合的职业。三、感情线，感觉和感情与性情，此人的性情与感性。四、生活线，社会生活的能力，有关社会成功事迹种种。五、太阳线，运势与运势的变化，弥补生命线的运势。六、健康线，身体及对别人的影响力，健康程度及是否有人缘。七、希望线，努力与成果，是否达到理想希望。八、特殊技能线，可能有一技之长，手艺或技艺才干。九、财运线，财运的多与少，赚钱或发财的倾向。十、婚姻线，姻缘与异性交往，与异性朋友恋爱、结婚。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讲这10种手相，50岁后飞黄腾达，有望资产过亿。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在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的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智慧线很长。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深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深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过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深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也就越多。二、手掌心有2条事业线。事业线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拥有1条事业线就相当的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多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三、拇指和无名指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
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食指和中指并拢后，上半截空隙大，下半截无空隙。拥有这类手相的人，说明他们在早年间会吃特别多的苦头，日子很艰辛。相对于身边人而言，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都显得乱七八糟。而且在婚姻中也很难得到异性的青睐，会长期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中。好在到了中年之后，50岁左右，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他们会迎来很多好运，而且贵人缘也在变得愈发旺盛，可以得到高人的提点与助力。到最后，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叱咤商场的有钱人，或者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这类人经历过很多磨难，所以心思缜密，而且更加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因此，即便过上富裕的好日子，他们依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还会树立勤俭节约的念头，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因此，这种旺盛的运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5. 手掌宽厚粗糙。手指宽厚且粗糙，说明这类人拥有旺盛的大气运，不过很难在早期显露，必须要经历一番磨难和历练，才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早年期间，这类人日子过得很憋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重重的阻碍，而且六亲缘分浅薄，还总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拖累。但是到了50岁之后，必然平步青云，一鸣惊人，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类型。一旦大运降临之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事业和财运方面，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生活中社会的地位也会急剧提升，还能够结交到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人际关系将变得极为和谐融洽。而且这种旺盛的运势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从中年一直延续到晚年，令人羡慕。6. 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甚至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说明这类人早年的时候职场生涯并不顺利，他们很难拥有稳定的职业，会到处打零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这类人非常有天赋，而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积累了特别多的经验和知识，等到中年50岁之后，必然能够取得突出的好成绩。一生中一旦出现转机，那么接下来的人生都将一发不可收拾，绝对会一飞冲天。而且这类人本身就属于怀才不遇的类型，所以一旦得到机会，必然会表现得特别的努力，绝对不会颓废懒散。他们到最后不但可以拥有成功的事业，还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日子顺风顺水，还可以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7. 太阳线起自边长。如果太阳线起自边长的话，说明这类人拥有非常诚实善良的优良品格，而且遇到困难不会轻易低头，具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拼搏心。年轻的时候，由于原本的家庭背景不是很好，很难得到良好的资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难以取得耀眼的好成绩。但是到了50之时，必然能够一鸣惊人，甚至在所处行业能够处于佼佼者的领先地位，非常厉害。不过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婚姻生活不够幸福，尤其是女性朋友肤缘浅薄，还有可能克死丈夫。8. 事业线起自智慧线。
如果事业线起自智慧线，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智慧线，说明这类人特别聪明，基本上用不着等到晚年，到了50岁的时候，便能够在事业上斩获非常出色的好成绩。事业一旦成功，那么滚滚财源肯定也会随之而来。这类人上进心很强，心思缜密，善于规划，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他们踏实努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儿，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功成名就之后，可能就会引来桃花劫。在感情方面，务必要洁身自好，以免惹来麻烦。9. 事业线起自掌星。如果事业线起自掌星，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掌星的话，那么说明这类人少年运欠佳，但是到了中晚年绝对能够行大运。这类人有种随遇而安的豁达感，能够专注于眼下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心态很好，哪怕身处困境也不会怨天尤人。到了晚年之后，贵人运将会变得愈发的旺盛，能够在高人的提携和指点下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不过即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人依然能够保持初心，继续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不会醉生梦死，更不会去做出出格的事情。10. 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年轻的时候抵抗力不佳，身体素质欠佳，需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从中年开始，健康运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身体素质也会不断增强，感知分叉甲断掌，分析力强，而且双手灵活，多才多艺，智商很高。到了中年之后，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斩获非常不错的好成绩，甚至还能够一夜成名。有断掌纹的同时，又有智慧线和感情线，且末端分叉，他们善于处事，适应力极强，对什么都感兴趣，知识面广泛，可以凭借着聪明才智获取丰富的钱财。中国历朝历代都蕴含着相术文化，古人不管在建筑、医疗、嫁娶还是事业等方面，多数都会牵涉到相术文化。手相文化历来受到古人的重视，据记载其起源地有3，分别是中国、印度和西洋3支。在民间，手相文化更是历史悠久，绵延不绝。古代相士在给人观相的时候，除了手相，多半还会观其面相、骨相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手中的掌纹亦会因时间而发生改变，所以古人通常就会利用手指的粗细和纹路的变化来预测未来之事。在古印度的一些壁画中，还残留着一些关于古印度的手相记录，足以说明手相文化在古印度的流行程度。此外，中国的手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朝时期，那个时期手相就已经开始盛行。但是要说到手相文化的完整论著，那就是西汉女相学家许父的《许父相法》一书。此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具有系统性的相术论著，还为后世相学名家所借鉴，将手相列为人相学中的一个部分。民间关于掌纹的俗语数不胜数，其中有一句说的是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顾名思义，古人认为一个手掌中拥有十字纹的人，一生都将不会受穷挨饿，是富贵之人。很多人或许疑惑，十字纹跟一个人的穷富有什么联系？所谓的十字纹，就是指手掌中的十字形状的纹路。古人认为此纹路通常居于天纹和地纹之间，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智慧线和感情线的中央位置。而十字纹在手相文化中，则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符号，具有预测未来的说法。十字纹不管是在左手还是在右手，都被古人认为是具有远见和才能的人。古人之所以认为十字纹神秘，是因为十字纹最早是源于阴阳之说。他们认为在盘古开天辟地之时，阳为天，阴为地，万物乃阴阳之气所化，而人也是这万物中的一员。
所以在古人的认知当中，十字纹是神秘的纹路，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玄学说法。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十字纹跟人的手型大小、所处位置也有联系，不同的手型和位置所代表的寓意也不尽相同。当然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说法，就会令人震惊之余又多了怀疑。十字纹固然稀少，但并非拥有它就能事业成功、一生富有。手相文化虽然在我国由来已久，是古人通过几千年的智慧获得的结晶和经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自然有可取之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达，这些说法带有主观意向，不被人所接受。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现在看来更是一种强调十字纹稀少、罕见的想法。所谓的一生不受穷，则是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生活的价值，自然就会是一生富贵、衣食无忧了。所以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口水都塞牙缝，这话并没有错，因为人的身上遍布磁场，非常容易受到外物的影响。因此一旦运势开始走低，坏磁场的影响就会逐渐扩大，屋漏偏遇连阴雨，衰运连连。第二，象征女人命好、财富的9种手纹图，快对照看，每个人的手纹都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细细看去还能找到一些规则。手中的这些纹路往往都和命运是分不开的。那么在手相学中，哪9种手纹的女人命好？一、财运纹。好命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财富运好。想知道自己财运如何的话，看看这条财运纹就知道了。财运纹的位置比较好找，若有此线，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你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二、星形纹。手纹之中，星形纹是比较常见的，但也并非人人都有。如果有星形纹的话，真的是恭喜你了。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三、井字纹。井字纹也是用来判断事业方面发展前途的。拥有井字纹的人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拥有更多获取巨大财富的能力，是很令人羡慕的。四、田字纹。不仅是田字纹，包括像是有口字纹的话，也是好的征兆。这种手纹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五、豪宅纹。这个想必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吧？豪宅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梦想了。豪宅纹的位置在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六、黑字纹。手相之中黑字纹比较少见，如果你有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拥有黑字纹的人会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温馨提示：当自然握拳时，黑字纹需正好在拳头内。七、公印纹。公印一般在办公的时候见得最多，公印纹代表着工作、事业。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八、玉桂纹。无论自己多优秀，想要成大事，自然少不了贵人相助。玉桂纹的意义就很重大了。玉桂纹起于乾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计，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
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9. 祖必文，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遭遇挫折，有祖先庇佑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祖必文因得长辈之印币而命名，拥有祖必文的人容易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文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第3，娶妻看嘴巴，嫁汉先手掌。流传千年的婚姻忠告，古人认为一个女人的嘴巴大小和形状是决定一生幸福的关键，甚至说还可以从一个人的口型断定未来命里孩子的多少。因此古人在选择女性时都会把口看得相当重要。在面相学中，嘴巴关系着一个人的幸福、食禄和贵人。可以通过嘴巴的形状来判断一个人，嘴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也可以看出对方是不是有福之人。嘴巴宽大，嘴大吃四方的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不过这个一般比较适用于男人。如果一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不仅会影响美观，而且这样的人在金钱的使用上较不懂得节省，容易出现挥霍浪费的情形。2. 樱桃小嘴，有这样嘴型的女性一般都个性保守，比较满意现在的生活，幸福指数较高，同时也有口才好的表现。在旧社会时期，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女性负责整个家中的生活起居和关系协调，所以女性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关键人物，就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让男人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拼搏奋斗。3. 嫁汉先看手，古代认为手长大而健壮肯定是个有本事的男人，选择这样的男人没错，因为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里，男人的身体是否强壮，手掌的大小是否有力，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在当时，一个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通过男人的双手努力打拼而来的，所以女性在找老公时就会看他有没有一双能够赚钱的手。好了，今天讲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的手相，如何通过手相看财运的奥秘。在财富领域中，拥有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总是令人羡慕，他们看似天赋异禀，运势亨通，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财富精英的手相中往往隐藏着一些独特的财富密码。手相学作为一种古老的命理学，能够通过观察手中的纹路、形态，帮助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财运走向。拥有高收入和巨大资产的成功人士，手相中常常会显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揭示他们为何能够在事业和财富积累中脱颖而出。在这篇文案中，我们将从手相学的角度详细分析那些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成功人士常见的手相特征，并探讨如何通过这些手相来提升个人的财富运势。1. 资产过亿的手相特征解析。根据手相学的分析，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他们的手相往往具备某些特殊的标志，这些标志不仅象征着财运的积累，还反映了他们在处理金钱、事业选择等方面的能力和智慧。1. 清晰且深刻的财运线。财运线也称财富线，位于小指根部下方，呈现竖直或稍微倾斜的走向。财运线越深刻清晰，意味着此人的财运越旺盛，财务积累越快越稳固。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通常拥有非常清晰的财运线，这象征着他们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能保持稳定的收入增长，避免了很多财富上的波动与损失。这样的财运线预示着财富的来源多元化，比如来自不同的事业、投资或是副业等。这类人不仅能依靠主业获得高额收入，同时在副业或者投资领域也能获得额外的财富回报。2. 长而笔直的事业线。事业线是一条从手腕底部延伸至中指根部的线条，它象征着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发展路径。长而笔直的事业线
意味着此人在事业上充满了上升的潜力，并且具备坚定的决心和规划能力。成功人士往往拥有笔直的事业线，表明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干扰，具备清晰的目标和执行力。事业线的清晰度也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的稳定性，说明他们往往能够在一个行业或领域中深耕细作，专注于自身的事业规划，避免频繁更换职业或因犹豫不决而错失机会。3. 显著的成功线。成功线是从手掌中央向上延伸到无名指根部的一条线，它代表了个人在事业和财富上的成就。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手中常常能看到深刻且明显的成功线，这条线越清晰，预示着此人在事业上会获得显著的成就，并因此积累大量财富。成功线的存在意味着这些人不仅仅是高收入者，还往往能够通过事业上的突破，获得社会认可和财富的爆发性增长。成功线长且深刻的人，通常能够凭借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带领团队，或者通过企业经营实现财富自由。4. 强大的拇指，领导力与决策力的象征。拇指在手相学中被视为代表个人意志力和决策力的重要标志。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通常有强大而粗壮的拇指，象征着他们在商业和生活中具备非凡的领导能力与决断力。他们能够果断做出正确的决策，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保持坚定的目标和方向。一个粗壮有力的拇指，表明此人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控制力。他们不仅能够理智地分析市场走向，还能够在关键时刻抓住机遇，为自己赢得丰厚的回报。5. 长而深刻的智慧线。智慧线是一条从拇指与食指之间的交叉处向手掌中央延伸的线条，代表着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判断力和分析能力。拥有长而深刻智慧线的人，通常在事业和财富积累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思维能力和战略眼光。智慧线越深刻，表明此人善于思考，具备较强的逻辑能力和洞察力，能够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做出精准的决策。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他们的智慧线通常很长，且延伸至手掌中部或更远的位置。这表明他们的思维方式非常成熟，不仅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还善于规划未来的财务和事业发展。6. 生命线与财运线的交汇。在某些成功人士的手相中，生命线和财运线常常交汇在一起。这种手相特征象征着他们不仅有着强大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条件，还能够通过长期的奋斗积累巨额财富。生命线与财运线交汇的人，往往具备长远的财富积累能力，意味着他们能够通过健康的身体和持续的努力，在未来不断提升自己的财务状况。这种手相还表明他们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能够保持良好的体力和精力，不会因身体上的不适而影响事业发展。因此，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财富，还能长期保持这种财富状态。2. 财富生活方式。如何通过手相提升财运？了解了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的手相特征后，我们还可以从这些手相中提取出一些招财的生活方式，帮助你通过调整自身行为和思维方式，逐渐提升财运。1. 专注事业，聚焦财富来源。手相中的清晰事业线和成功线提示我们，在事业上专注并深耕某一领域，是获得巨大财富的关键。这些财富精英常常在一个行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通过不断优化自己的职业路径，实现财富的积累。因此，你可以通过专注发展某项核心技能，并在职场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从而为未来的财富增长奠定基础。2. 果断决策，勇于抓住机遇。强大的拇指象征着决策力与行动力，
财富精英们往往具备非凡的决策能力，他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果断采取行动，抓住市场中的机遇。因此，你需要培养自己的决策能力，避免在面对机会时犹豫不决，定期分析市场变化，培养对风险的敏感性，并勇敢地迈出关键的一步，可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回报。3、投资理财，多元化收入来源。月收入100万或资产过亿的人，通常不会仅仅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他们往往通过多元化的投资和商业活动获得财富的积累。无论是房地产、股票、基金还是创业，他们都善于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财富的保值与增值。因此，你也可以考虑通过多元化投资来提升财运，避免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一个领域，以此分散风险，实现稳健的财富积累。4、保持健康，增强财富持久力。生命线与财运线交汇的人，往往拥有强健的体魄，能够长时间维持高效的工作状态。因此，保持身体健康同样是积累财富的关键。只有在身体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足够的精力去迎接生活中的挑战。因此，你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以及适当的休息，确保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足以支持事业和财富增长的长期发展。5、提升智慧，注重学习与反思。财富的积累不仅仅依靠勤劳的工作，还需要智慧的支持。长而深刻的智慧线意味着成功人士具备持续学习和反思的能力，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了解最新的市场趋势和商业动向，你将能够在财富的积累过程中始终走在前沿。因此，你应当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通过阅读、参加培训或向成功人士请教，不断充实自己，为未来的财务规划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6、培养正面心态，吸引财富能量。手相学还告诉我们，财富的积累与个人的心态密不可分。拥有佛眼纹或长而笔直事业线的人，往往具备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最后，通过了解自己的手相，发挥其中蕴含的潜力，你将有机会在财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最终，正如手相学所揭示的那样，财富不仅仅是物质的积累，更是一种智慧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